嗨，歡迎各位收看科普醫美新知。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主題非常的重要。你可能看到網上有些人講額頭，但是一定沒有人像我們講的這麼深入。我今天要就幾個方面跟大家講。第一個，它的結構，好；第二個，它的美學，我們該怎麼做；材料該怎麼選啊？我們從這3個方面來跟大家介紹。那額頭它為什麼重要？因為額頭呢，我們從這個整個輪廓來看，它的外圍跟太陽穴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外輪廓，好，包含它的頭頂。也是外輪廓重要的一環。我們知道額頭往上就是頭頂嘛，它也造成我們的外輪廓。我們等一下看一下關於它的比例。強制產品對位，劑量精準樹眉，沒效的才是最貴。想做要找專業。那再來，額頭靠中間一點的地方呢，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構造叫額結節。沒聽過額結節吧？很久以前大家都只知道額頭打得越飽滿越好。不，額頭如果你要造成它有所謂的骨相美，它有所謂的折疊度。額結節是讓我們的外輪廓跟內輪廓之間一個非常重要的構造。另外，額結節它在我們的側面上呢，它的這個飽滿的弧度也很重要，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。額頭還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呢？那額頭它當然影響到我們中線的立體度，所以額頭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那在這之前呢，我們要先來看一下額頭的解剖構造。大家知道我對臉上的解剖比較熟，到我在台灣各個醫學院都有上過這個解剖課，幫這些主治醫師上課，不是幫醫學生，是幫主治醫師他們上。那我也在泰國，也在這個大陸，也在這個印尼都開過這個解剖的這個課程。因為這些東方人的解剖結構跟西方人很不一樣。那額頭呢，它的解剖結構呢，它在以前容易被忽略。為什麼？大家都覺得，額頭就這麼薄，骨頭跟皮膚而已，有什麼好介紹的？絕對不是這樣。我們看一下這個圖，這個圖看起來好漂亮。我每次看到這種圖就覺得很有趣。你看這麼薄的一個，大家都覺得皮貼骨額頭，居然還分這麼多層的構造。是的，我之前在講我們的臉分成淺層、中層跟深層，即使額頭這麼薄也不例外。我們把它分成淺層的皮膚跟皮下脂肪，還有中間紅色的這一層，就是所謂的 SMART 建模層，它在我們額頭就是所謂的額肌。還有一些深層的構造。在過去額頭深層的構造一直被忽略。很容易被忽略，但是後來發現它很重要。這麼薄薄的地方，居然有這麼多層的結構而且這個圖還不是全網裡面最詳細的圖。那這個我自己有畫一個圖比這個還要詳細一點。這個想要知道的話，我知道很多醫師也在看我們的節目，在學在上我的解剖課，我會實際上在解剖的時候切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構造，其實遠比大家想的要複雜。為什麼我要講這個？大家一定不知道一件事：額頭這麼薄，但是裡面的血管網錯綜複雜。這個血管網呢，如果你去看我剛開頭講的一件事，西方跟東方人解剖構造不一樣。西方人呢，大部分他的血管都走在淺層。那所以很多人就拿這個針垂直那個銳的針，垂直這樣打就沒事了。對不起，東方人的血管淺層跟深層都有。所以如果你只是簡單的拿一把那個銳的針這樣隨便打，非常的危險。而且大家看下面這張圖你看到額頭這些血管，它跟我們的眼睛裡面是相通的。所以大家知道嗎？全球統計，打玻尿酸造成失明最常見的位置是印堂眉心，額頭中間這個地方。有沒有嚇到你？很多診所都不會跟你講這個事實，對不對？但它是有方法的。你只要對這個構造夠熟悉，其實我們額頭裡面是有安全的空間。那講到這個，或許有些看我們節目的醫師可能想知道什麼是安全的空間啦。一樣來上節目課，我再跟你講那這也是要告訴各位，如果你今天要打微整形，千萬不要把微整形當成小問題。微整形需要由熟知解剖構造的醫師來做。為什麼？第一個，熟知解剖構造的醫師打它安全；第二個，你對構造夠了解，你才有辦法把美學做出來。因為只有完整跟强韧的構造，才有辦法達到这個自然跟好看的美學。好，那給大家看這個層次呢，就是要跟大家講，所以我們額頭呢，它雖然薄，它其實分這3個層次，在打的時候要打對的層次。像我們的這個靠近眉心這個地方，我們要打在我們這個額頭筋膜下面一個安全的 space 裡面，空間裡面，它就可以把你的這個額頭凹陷的這個地方打。大家會常很好奇，很多人隨着年齡老化說，額頭這個地方它會凹，哪邊特別容易凹？我們的眉骨上面這個地方凹，然後一直到我們額頭跟太陽穴的地方會交接，這個地方會凹。大家知道為什麼以前古代的人你看都會戴皇冠，
就戴在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中間鑲着一個寶石，這是一個權力跟地位的象徵。事實上，大家去看哦，很多人老化的時候，它是哪裡凹？就是眉骨上面、眉尾上面這裡凹，還有眉心特別凹。那我們在戴這個皇冠的時候，戴在這個地方。好，你看這個神力女超人，你看皇冠戴在這裡，它就是把這個凹的地方擋住，中間再加個寶石。你這樣看過去，我們上面一個地方因為是骨頭嘛，然後這個凹的地方一擋住，看起來就覺得它天庭飽滿，看起來就很有威嚴、很有精神、很莊重的感覺，擋住它凹陷的地方。所以有時候我跟客人解釋說，我們額頭要填呢，其實是填這種凹陷最常要填的部位，就是所謂的皇冠區。皇冠區戴皇冠的地方，皇冠區要填的就是指什麼？眉心。眉骨上凹陷跟眉尾上凹陷這個地方，我們叫皇冠區，這個是我們很常填的位置。而為什麼這個皇冠區是我們老化最常發生呢？它就是跟這個結構有關。首先，我們的這個皇冠區的這個地方呢，它這裡它有2層的深層脂肪。好，事實上甚至在某些位置，它的深層脂肪有3層。有沒有很驚訝？很多人都只知道我們皮膚下面有皮下脂肪，其實深層也有脂肪。有些人看我節目看都會知道有深層脂肪，但有些部位的深層脂肪還不止1層。你看額頭的深層脂肪有3層哦。那隨着年齡，這些深層脂肪它會老化，它會萎縮，它就凹下去了。再加上我們額頭這個皇冠區這個地方有所謂的筋膜下間隙，它隨着年齡它會越來越疏鬆，這些都是導致我們凹陷的地方。所以你現在知道它問題出在哪了，我們當然就要填充在哪。其實神幫我們的結構設計得很好，這些該填充的部位，它隨着老化填充部位，它剛好也是我們的安全的區域，安全的深度。你順着結構打，它可以怎樣安全？第二個，它做出來是自然的，你去補充它萎縮的部分，它打出來就是平順飽滿的，不會凹凹凸凸的。所以知道結構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因為它可以讓你安全又自然。那額頭我們要講它填充就這麼簡單就結束了嗎？不是哦。我們來看一下哦，除了我們剛剛講到這些因為老化造成的這個皇冠區的凹陷，額頭也有它比例的問題。我們來看一下，這是一個額頭比例的問題。我們常常都聽到所謂的3庭5眼，好，其實3庭5眼不是很完整的。什麼意思啊？什麼叫3庭5眼？3庭5眼指的是我們的髮際到我們的眉心的高度，假如是1，眉心到鼻頭的高度是1，鼻頭到我們的下巴是1，1比1比1，我們都知道這是3庭5眼。好，大家看很多的節目都會提到這個，當然這個都不夠深入。其實如果我們要真正來看一個人遠遠走過來，一個人從很遠的地方走過來，你還看不太清楚他的五官的時候，第一個看到的是他的外輪廓。就是我們整個外輪廓，事實上，我們真正的外輪廓還包含着另外一個1。我剛說這是1，這是1，這是1，1比1比，還有一個1是這兒，最上面的部分，就是我們的髮際線到我們的顱頂的位置，這有另外一個1哦。好，所以真正嚴格來講，這不叫3庭5眼，應該叫做4庭5眼了哈。大家講到這個可能會先插播一下，我現在知道1比1比1，這叫3庭，那5眼呢？5眼的部分，我們下一次講鼻子我會跟大家提。好，那其實真正在美學上來講4庭5眼才是最好的。好，4庭5眼，1這髮際到頭頂1，髮際到眉心1，眉心到鼻子1，鼻心到下巴1，所以是4庭5眼。這裡的4庭呢，就是我們的髮際到頭頂這個地方。所以你會看到有一些人，他的臉看起來顯小，就是因為他多了這一段，這個就叫做我們的高顱頂。所以額頭啊，其實很多人都只在意這個地方。事實上，如果我們要更講究一點，我們要把你的這個打造得更好一點，我們要考慮到4庭5眼的部分，就要考慮到所謂的高顱頂。高顱頂的填充是有技巧的哈。關於高顱頂這一集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在底下留言哦，我再特別來講一集給大家。好，我覺得他光高顱頂這件事，我們就可以講一集啊。我們再接着來講額頭的其他美學。好，你先學到一件事，3庭5眼之外，原來3庭之上還有另外一個4庭，第4庭哈。那我們接着要講了，剛剛講了這個皇冠區是最常填的凹陷，可是你只把皇冠區填起來，額頭就一定沒了嗎？沒有，我們又提到一件事了哈。我們剛剛講了額頭的外輪廓，是不是我們提到3庭5眼、4庭5眼這件事？我們接着要提到額頭的內輪廓。講到額頭的內輪廓，我們就一定要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，就是額結節。這個額頭的額結節呢，指的是我們額頭呢這個內側的一個標記點。其實你會去看有很多人他先天上我們這個地方，我們這個額頭這個骨頭啊，在這個位置它就有一點微微的凸。這微微的凸，我們希望它有一點，但不要太 over，因為太 over 就好像額頭長角，不好看。可是你有點微微的凸，它有什麼好處呢？它會讓你的內輪廓顯現出來。
什麼意思呢？這個額結節啊，你看哦，我們剛講外輪廓指的是髮際，還有甚至如果要更講究一點，就是所謂的顱頂。好，那這個額頭的這個內輪廓指的就是這個我們的這個額結節的位置。額結節怎麼去定義它？額結節的定義它，首先呢，就是我們眼睛直視前方，瞳孔垂直往上，這個地方就是額結節所在的位置。這個額結節呢，它的外側的額頭不能太飽滿。好，外側額頭如果太飽滿的話，你整個額頭是不是看起來就很凸，就太凸了？那我們希望額頭的內側飽滿一點，外側呢不要那麼的飽滿，稍微有點傾斜，這樣子的角度才會讓你的額頭顯現出有立體感。如果你的額結節的內側跟外側都是一樣很飽滿的，那你這樣看起來額頭是很扁平、很大、很寬、很恐怖，不好看。所以你是要定義額結節有沒有很重要？你在打額頭的時候，一面的填充把它都填起來是不對的哦。我們要借由這個額結節去定義內外側。很有趣的地方是，這個內外側在我們面部的解剖學上面也是有分的。我剛說我們的額頭有分淺層的脂肪區跟深層的構造，它也是有分成內外側。而這個內外側呢，在我們的臉部構造上的確是有構造，是有框格把它分隔開來的。所以一個熟知解剖構造的人，他在施打的時候很自然會按照我們的結構去施打，他就可以制造出這個美學。所以你說只知道美學夠嗎？不夠，一定要知道結構。所以大家去看很多小紅書上一堆在講美學的，有很深入的在告訴你解剖結構嗎？沒有，因為那個都太淺了。好，我們在做這個整形，我們在做醫美，不是單單像在做雕塑。今天雕塑的人，他雕的是外面，好，畫畫他畫的是外面，對，很好很棒。但對我們醫師而言，我們在做的是更3D 的。什麼意思？你今天在雕塑雕的是表面的東西，但畫畫是畫表面的東西。可是醫師在塑造的時候，是從裡面開始做，從裡面你就必須知道它的結構，哪一層是安全的。然後就像我剛才講的，我們知道在美學上，內外側之間要有一個這樣的弧度才好看，要有一個這樣的弧度才好看。那事實上，如果你熟知解剖構造，你就會知道，原來這個弧度從最飽滿到沒那麼飽滿的這個側面，因為這裡在我們的解剖上真的是有一個框格存在的。你很自然在施打的時候，就會順着這個框格去區分哪個地方要打多一點，哪個地方要打少一點。好，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微整形，微整形有沒有很簡單？真的來講，它不簡單。你好好研究的話，你會發現它其實是真的需要鑽研的。好，額結節除了從正面看它很重要之外，額結節它從側面看還決定了另外一個東西，就叫做額頭的後傾角。什麼叫後傾角？就是額頭的上半部，額結節以上的部分，如果它太往後傾，它看起來會像什麼？山頂洞人。好，所以我們會希望這個額頭的這個額結節啊，以這個額結節以上的部位，有一些人如果他的額頭啊太往後傾斜的時候，我們也要適當的做一些填充。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只要填我們的皇冠區就夠了。有一些人為了美感，的確他額結節以上的部位，他的後傾角我們要做修飾，這樣他的側面立體度才夠。哇，大家今天聽了以後才發現，原來額頭有這個學問，對吧？最後還要提到我們額頭的側面呢，在額頭跟太陽穴交界的地方呢，我們叫額顳交界的區域。你看這個在美學上叫額顳交界區域，在解剖構造上，這也叫做上顳框格。這個上顳框格就決定着額頭太陽穴交界之外，還決定着什麼？面部的折疊度。我之前跟大家在講太陽穴的時候，是不是有講過一件事？我們在填太陽穴的時候，分成內下、外上跟額顳交界的上半部這一區，我是不是有提到這個交界的地方不要填得太飽滿？填得太飽滿，你就會失去了那個折疊度的感覺。我常很多客人來的時候，哇，你的節目我看了好多遍，反覆的看，你多看幾遍，你會越來越有收穫，你就會慢慢懂我在講什麼。好，你就會串聯起來。額頭跟太陽穴這個交界的地方，它的美感是這樣去塑造的，而這個美感不是單單建立在表面上，我們還要深知到它底下結構，是不是很有趣？你會發現這些表面的光影變化，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topography， 跟我們底下的結構，跟它底下的韌帶框格有關係，然後跟它的層次淺層、中層、深層有關係啊。所以你會發現是不是很有趣？我自己在鑽研這些微整形手術，我在鑽研這些解剖結構的構造跟美學搭配，這18年來，我每次越鑽研，我就覺得很好玩、很有趣，有很多地方原來它是相通的。原來我們只要把你的結構做好，你的美學就會好看。
那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額頭呢，我從很多角度來看，從解剖構造來跟你解釋，來從美學來跟你解釋，從比例來跟你解釋，告訴你額頭它的重要性，怎麼樣打它才安全，怎麼樣它才自然，怎麼樣它才好看。好，那額頭對我們很重要。好，其實不止額頭很重要，每個部位對我們都很重要。如果你看我們的節目覺得對你很有幫助，歡迎把我們節目推播給你的朋友。好，你把它分享給朋友，跟我們的小編講，我們小編會把一本書就叫《微整聖經》啊，這個電子檔把它分享給你。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想要疑問我們，或者你在求美路上你想要尋求我們的幫助，也歡迎透過這個方式來跟我們聯絡。好，記住一件事，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拜拜。看了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